大家好，朱自清在他那篇经典传颂的散文《背影》中提到说：“我与父亲不相见已2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简短的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对老迈父亲拖着老去背影的一种深深的负疚和难过。俗话说：“子欲养而亲不待。”朱自清的老父亲从一个精明能干的强人蜕变成了一个笨手笨脚的老人。即便如此，在父子难得一见的一刻，却依旧在举手投足之间时刻传递着亲人之间的温情和细致的关怀。父子之间的真情实感如时光倒流般的温暖依旧，爱意如初。新年未来旧人事，当年朱自清的泪眼离别，其实依旧是下一次父子再重逢的念想和盼望。然而，对于河南焦作的大四学生韦波一家而言，父亲的背影却是最后的一眼和永恒的一别。而且，这个很显然去意已决的最后的背影，是在互读情深和10万块钱之间的一种艰难的生命的抉择。韦波的父亲叫韦兴旺，他对自己儿子的爱，明显一点也不亚于朱自清父亲的爱。而且他真的是付上了自己的生命去最后证明的。这位时年48岁的壮汉，一直都在外地辛苦打工赚钱养家，是家里面唯一的顶梁柱。然而就在2019年年底，因为感觉身体严重的不适，他于是赶回家做了一次全面的体检，最终发现原来是自己患上了冠心病。当他得知自己的治疗费用至少要花费10多万之后，沉重的心理负担让他一下子变得郁郁寡欢。命若莲花心头刺，中年人的苦通常只有自己知道，他们必须用肩膀支撑着整个的家庭，一旦遭遇到了不幸，整个家庭就有可能立刻拖垮，瞬间崩塌。冠心病虽说不是什么绝症，却也是很难治疗的顽疾之一，而且在 ICU 躺上1天的话，就要花费上万。作为普通的家庭，一年存得下有几万块钱呢？这就是韦兴旺绕不过去的心理障碍。虽然家里人都鼓励他积极治疗，不要考虑什么费用，毕竟一家人和和美美，身体健健康康就是最重要的事情。然而2019年12月6号这一天，韦兴旺借故支开了自己的妻子，一个人偷偷摸摸的从医院的监控中消失了。家人于是和他彻底失去了联系。从他在监控的最后一段录像中，可以看出这位40来岁的中年人脚步匆忙而踉跄，甚至韦兴旺离开医院的时候，由于太过慌张，手上还绑着绑带，还挂着输液用的留置针头。只见园中桃李树，慌作一团的他的家人随即在焦作市发布了紧急寻人启事，并在当地的电视和广播中循环播放寻人的消息。他的儿子韦波在电视镜头前含着眼泪表示，虽然手术费用需要10多万，但是通过医疗报销之后，就只有几万块钱而已，家里面还是负担得起的。他还补充解释道，自己也不会强制自己的父亲做手术，就是想着父亲能回家好好养着，让我们能尽尽孝心。然而他的心声对于他的父亲而言已经听不到了，因为韦兴旺曾经和儿子纠结过医疗费的问题，他当时就哀叹说，以后没法挣钱了，儿子还没有开始工作就要养我了。为人父者对儿子的爱该有多深，才会选择早早结束自己的生命，去换取金钱方面的担忧？为人子者心里面该有多痛，还没来得及走向社会回报亲恩，就永远失去了自己的父亲。子欲养而亲不待，有些事情错过了就是一辈子的遗憾。在这个故事中，父爱如山，不仅仅是为了这个家庭省下10万元的开销，
说白了，更是为了减轻未来几十年儿子肩膀上的负担。花落随风子在枝。在韦伯的眼里，自己的父亲一直都表现得开朗和乐观，然而他背后的辛酸、痛苦、挣扎、压抑和彷徨，甚至包括自己的家里人、亲近的人也都一无所知。这些中年人的所有担心和愁烦都会被遮掩和深埋。人生不易，28法则下的富人们去趟酒吧就能花费掉10万，然而另外一群人一年到头也存不下10万。这不是命运造化的不同，更不是努力程度的不同，而是某种社会的不公。在这个世界上，有鞋穿的话，没人愿意光着脚；有钱可以周转的话，没人愿意舍弃自己宝贵的生命。一个努力的汉子，为了自己的孩子和家人，偏偏愿意用自己的性命去化作一缕的青烟，而不是孩子肩膀上的负担。新年会来旧人事，命若莲花心头刺。只羡园中桃李树，花落随风子在枝。动物界里都常有乌鸦反哺、羔羊跪乳的现象，都是极为朴素的下意识的孝道，而韦伯却再也没有机会尽自己的孝道了。10万元的治疗费用居然最终压垮了一位父亲活下去的勇气。他选择放弃了自己生存的机会，去最后一次撑起了极有可能因病返贫的小家庭的负担。父爱如此，恩重如山。愿你我一道守护自己渐渐老去的父母，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每一天的光阴。小时候，他们为我们挡风遮雨，无怨无悔；长大后，只希望我们有能力、有时间陪他们慢慢变老，岁月静好。